在中国四川与云南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，隐藏着一个令世人震惊的神秘村落——俄亚大村。当你第一次踏入这个被3条江河包围的古寨，眼前的景象会让你目瞪口呆。一个年轻女子正在火塘边为3个不同的男人准备晚餐，而这3个男人都是她的合法丈夫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这3个丈夫竟然是亲兄弟。几年前，我和哥哥一起娶了一个媳妇，妻子是家中地位最高的人，大事小事基本上都是由他说了算。一位名叫扎哥的年轻纳西族男子坦然地向外人介绍着他的家庭。在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，一个女人和2个男人，还有3个孩子，他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俄亚大村是纳西族的一个古老聚居地，400多年来与世隔绝。根据最新统计，这个仅有252户人家的村落中，竟然有80多户至今仍保持着一妻多夫的火婚制度。这个被称为女人天堂的地方，不仅有着令人啧舌的婚姻习俗，更隐藏着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惊天秘密。在那些如蜂巢般相连的石头房屋中，在那些神秘的东巴文字里，在每天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古朴生活中，似乎潜藏着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密码。但这只是这个神秘村落谜团的冰山一角。今天，就让我们深入俄亚大村，亲眼见证这个最后火婚村里女性的真实生活，以及她们400年来不为人知的惊人秘密。俄亚大村坐落在海拔1900米的高山峡谷中，四周被金沙江、无量河、龙达河3条江河紧紧环绕，宛如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。这里山高路险，云雾缭绕，直到2011年才通公路。在此之前，村民外出需要徒步8天才能到达县城。正是这种极度的封闭，让一个在现代社会看来不可思议的制度，在这里完整的保存了400年。在全中国，俄亚大村是唯一一个仍然保留着完整火婚制度的村落。在这里，当地人把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称为火婚，简单来说，就是几个亲兄弟共同搭伙娶一个老婆。但这绝不是你想象中的混乱和争斗，而是一套运行了400年的精密家庭管理系统。在这个系统中，女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她们不仅掌管着家中的财务大权，还要合理安排每个丈夫的工作分工。比如安排老大外出跑马帮赚钱，老二在家务农种地，老三负责照顾孩子和老人。这种分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妻子会根据家庭需要和每个人的特长进行灵活调整。48岁的年家就是这样一位女当家。21岁时，她嫁给了嘎土和华夏2兄弟。以前我爸爸在外面跑马帮的时候，家里的牲畜和庄稼都是由我和华夏负责。现在孩子大了，华夏闲暇的时候就纺毛线，做一些相对轻松的事情。年家熟练地安排着家中的大小事务。年家和2位丈夫一共生育了3个男孩。有趣的是，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家庭结构，他们会称呼不同的男人为大爸、二爸，但并不会纠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在这个大家庭中，所有的孩子都被视为共同的血脉，每个爸爸都会平等的疼爱他们。那么，这些男人之间会不会因为争夺妻子的宠爱而产生矛盾呢？答案可能会让你意外。在俄亚大村，火婚家庭有着一套独特的和谐相处法则。每个丈夫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，而妻子不仅要安排他们白天的工作分工，连晚上和谁一起睡觉也有着特殊的安排方式。但具体是怎么安排的呢？这个让外人最好奇的秘密，我们稍后再揭晓。这种看似复杂的家庭关系，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经济考量。俄亚大村地处偏远山区，土地贫瘠，如果每个兄弟都单独娶妻分家，那么有限的土地和财产就会被分割得更加稀少，每个小家庭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加艰难。而火婚制度可以让兄弟们不分家，保持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经济规模。2个男人娶一个女人回来，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个女人，从而保护了这个家庭。家里有什么事情，2个男人一起出面解决。当地村民这样解释火婚的好处。而且，不同的丈夫可以承担不同的职责，有的外出跑马帮获取现金收入，有的在家务农保证粮食供应，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。但这种奇特的婚姻制度
能够延续至今，其实和他们居住的房子有着惊人的联系。想知道为什么几个成年男人能够在同一个屋檐下和睦相处吗？答案就隐藏在俄亚大村那些神奇的蜂巢建筑里。当你站在俄亚大村对面的山坡上远眺，眼前的景象会让你彻底震撼。252户石头房屋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，层层叠叠，紧密相连，宛如一个巨大的蜂巢。这种世界罕见的建筑奇观，不仅仅是为了美观，更是火婚制度得以延续400年的重要支撑。这些房屋全部用石块垒砌而成，每户都是标准的3层结构，最底层用来圈养牲畜，中层是人们的生活区域，设有火塘作为家庭核心，顶层则是储存粮食的仓库。但最神奇的是，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彼此相连，共用墙体，屋顶平台高低错落，前一户的屋顶常常就是后一户的院落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些房屋之间居然没有一条像样的大路。村子里的街巷极其狭窄，最宽的主道也不过1.5米到2米，有些小巷甚至只能容纳1匹骡子通行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汽车根本无法进入，骡子和马匹至今仍是村民运输货物的主要工具。那么，村民是如何在这迷宫般的建筑群中自由穿行的呢？答案就在那些神奇的屋顶通道上。每家每户的屋顶都用独木梯或石阶相连，形成了一张立体的交通网络。村民可以从自家的屋顶出发，通过这些梯子和台阶，几乎走遍全村，而不用下到地面。有趣的是，当地的年轻男子在晚上走婚时，也经常利用这些屋顶通道，悄悄地从一家走到另一家。从一户人家进去，就可以走遍全村。当地村民这样自豪地介绍着他们的家园。这种独特的建筑设计，实际上是古代军事防御的智慧结晶。当外敌入侵时，村民可以迅速通过屋顶通道转移，甚至可以烧毁村口龙达河上唯一的木桥，将敌人阻挡在河对岸。但这种紧密相连的建筑设计，对于火婚家庭来说，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个兄弟都要单独盖房子，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建材，更重要的是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分家的趋势。而现在这种共用墙体、相互连通的设计，让兄弟们在物理空间上就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强化了不分家的理念。在俄亚大村，平均每户的占地面积只有180多平方米，这对于需要饲养牲畜、储存农具和农产品的农耕家庭来说，空间是极其有限的。但聪明的纳西族先民通过垂直建筑和功能分层，最大化地利用了每一寸土地。这种设计不仅节约了土地，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建房成本。两家共用一堵墙，大大节约了建材和人工。而且由于地基面积有限，纳西族人就将房屋越修越高，通过增加层数来扩大居住空间，既节约了成本，又能够容纳更多的家庭成员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建筑布局还巧妙地解决了一个敏感问题：在一个女人拥有多个丈夫的家庭中，如何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私人空间？答案就在这些相连又相对独立的房间设计中。每个丈夫都有自己的独立卧室，而妻子的房间更是绝对的私人领域，其他人不得随意进入。如今在俄亚大村，村民们仍通过屋顶通道串门，骡子驮着货物在窄巷中穿行，家家户户在房顶晾晒玉米。但关于火婚家庭最让人好奇的问题，妻子到底是如何安排和不同丈夫的关系？他们又是如何做到让几个男人和睦相处的？这些深层的家庭秘密，远比这些神奇的建筑更加复杂和精妙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制度最核心、最私密的运作机制。经过前面的了解，你一定很好奇，在一个女人拥有多个丈夫的家庭中，她到底是如何安排和不同丈夫的关系？晚上和谁一起睡觉？几个男人会不会争风吃醋？这些最让外人好奇的私密问题，其实有着一套精妙的运作机制。在俄亚大村的火婚家庭中，每个丈夫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卧室，而妻子的房间则是整个家庭的禁区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入。当妻子想要和某位丈夫亲近时，她会使用一个独特的暗号，在这位丈夫的门前放上自己的鞋子作为标记。
这个看似简单的鞋子标记法，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家庭沟通系统。其他兄弟看到鞋子后，就会识趣的避开，绝不会在这时打扰。有时候，没有被选中的丈夫甚至会主动到山上的庄房去住上几天，给这对夫妻留出足够的私人空间。那么，妻子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呢？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偏爱，而是有着深层的考虑。比如，当外出跑马帮的丈夫刚刚回家时，妻子往往会优先安排和他相处，既是欢迎，也是慰劳。而当家中需要更多劳动力时，她可能会更多的陪伴负责农活的丈夫，给他更多的关爱和支持。更有趣的是，这种安排往往还考虑到生育计划。在俄亚大村，虽然孩子不区分亲生父亲，但妻子在决定要孩子的时候，还是会有所偏重。不过，一旦孩子出生，所有的丈夫都会平等的承担父亲的责任。48岁的年家对此深有体会。他和嘎土、华夏两兄弟一共生育了3个男孩，老大和老二都已经各自结婚生子。25岁的龙布是最小的一个。年家介绍说，在他的安排下，年龄较大的嘎土主要负责家中事务和带孙子，而华夏则承担更多的体力活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年家发现儿子们的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。老大和老二虽然也选择了火婚，但最小的龙布却坚决选择了一夫一妻制。龙布常年在丽江打工，接触了外面的世界，他觉得一夫一妻制更好。年家虽然有些遗憾，但也表示理解。在火婚家庭中，妻子不仅要处理复杂的感情关系，还要承担家庭管理的重任。他们通常掌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，决定家庭的重大开支，安排每个丈夫的工作分工。比如安排谁去外地跑马帮赚现金，谁在家务农保证粮食，谁负责照顾老人和孩子。这种家庭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财产共享。在火婚家庭中，所有的土地、房屋、牲畜都属于整个大家庭，不会因为某个丈夫的离开或去世而分割。这种制度保证了家庭财产的完整性，也是火婚制度能够维持的重要经济基础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这种家庭结构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父爱。在俄亚大村，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称呼不同的男人为大爸、二爸、三爸，每个爸爸都会对他们尽到父亲的责任。我们不会去较真谁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共同的血脉。一位村民这样解释。在俄亚大村，火婚家庭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照进石头房屋时，妻子会首先起床煮茶祭神。火塘是整个家庭的核心。男人们牵马、喂猪，女人们则开始织麻、编火草。47座水磨房开始运转，磨制着村民们的主食玉米面。白天，家庭成员们背着农具和生活物资，徒步或骑骡子到山上的农田劳作。由于农田离村较远，需要走半天到1天的路程，许多家庭都在田边建有庄房，作为农忙时的临时住所。远山中还能听到铁匠家传出的咣啷声，保持着传统的手工艺制作。傍晚时分，村民们带着猪草、柴火等生活物资归来，妇女们开始制作玉米粑粑，这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主食，还要酿制家家户户必备的大麦黄酒。晚餐前，全家人会围坐火塘，进行长达半小时的诵经祭祖仪式，然后享用玉米、大麦等主食，以及村里的特色菜，可以存放10年不坏的猪膘肉。当夜幕降临，金左错的歌声在村中响起时，村民们会聚集在广场前，跳起传统的纳西族舞蹈，东巴乐器的节奏起起落落，为这个古老的村落增添了温馨的生活气息。在这样和谐有序的日常生活中，火婚制度展现出了它独特的优势。当家中有重大决策需要做出时，多个成年男性可以共同商量，降低了决策失误的风险。而当面临自然灾害或家庭变故时，多个劳动力也让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。但这种制度也并非没有挑战，最大的问题是感情纠纷。虽然大部分火婚家庭都能和睦相处，但也有少数家庭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矛盾。比如，当某个丈夫觉得妻子偏心，或者兄弟之间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矛盾时，
整个家庭的和谐就会受到影响。另一个挑战是代际观念的冲突。随着现代化的冲击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质疑这种传统制度。他们认为一夫一妻制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，也更有利于个人的情感发展。这种观念的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俄亚大村的婚姻格局。现在，俄亚大村252户人家中，仍然保持火婚制度的只有80多户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减少。许多年轻人在外出打工或上学后，都选择了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。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了，一位40多岁的村民感慨地说。从法律角度看，这种一妻多夫的婚姻形式并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，但作为延续400年的历史传统习俗，当地政府采取疏导而非强制的方式。在实际操作中，这些家庭往往只有一对夫妻拥有合法结婚证，其他丈夫在法律上并不被认定为配偶关系。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，这种传统正在自然消失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主动选择了一夫一妻制，这种古老的习俗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除了火婚制度的变化，俄亚大村还保存着另一个更加古老的文明——东巴文化。这种比甲骨文还要古老的象形文字，至今仍在村中传承使用。但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，现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比甲骨文还要古老的文字，竟然还在这里活着使用。在俄亚大村的一间朴素小屋里，57岁的英扎次里正在一张象牙色的纸上书写着神秘的图画文字。这些看起来像儿童涂鸦的符号，实际上是世界上极少数仍在使用的活文字——东巴文，一种比甲骨文历史更加悠久的象形文字。英扎次里是俄亚大村仅剩的几位大东巴之一。在纳西族语言中，东巴意为智者，他们不仅是宗教祭司，更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守护者。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东巴，掌握着歌曲、舞蹈、经书、历史、医术等各种知识。一个小人鼓起装满小黑点的肚子，另一个小人鼓起空肚子，这表示要吃饱饭，不能挨饿。英扎次里一边书写，一边解释着这些古老文字的含义。这些东巴文字承载着纳西族千百年来的智慧和哲学思想。作为大东巴，英扎次里的职责包括村民的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、节日仪式，但他最擅长的技艺是制作东巴纸。这种被称为纸寿千年、千年不腐的神奇纸张，是用当地特有的芍花树皮制作而成的。每天清晨，英扎次里都会从山上砍来芍花树枝，经过浸泡、蒸煮、剥皮、冲打等工序，整个过程需要6-7个小时。芍花虽然有微毒，会让皮肤起红疹，但也正因此，东巴纸拥有了防虫抗蛀的特性。然而，这个延续了1000年的文化传统，如今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村里年轻人开始不学东巴，不信东巴了。英扎次里感慨地说，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带出一位东巴徒弟了。几年前的一个年轻徒弟因为做东巴挣不到钱而外出打工。如果我不传，以后还会失传的。英扎次里担忧地说，他老了，等到60岁就做不动东巴纸了。面对传统文化的断层危机，这位古老文化的守护者显得有些无助，但他绝不会想到，一场更大的变革即将席卷整个俄亚大村，而这场变革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古老的东巴文化带来新的生机。2011年，这场变革终于到来了。一条蜿蜒的柏油公路终于修通到了俄亚大村，这条路彻底改变了这个与世隔绝400年的古老村落。村民们去县城的时间从8天马程缩短到了8小时车程，外面的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这个神秘的山谷。最先带来变化的是那些闪闪发光的手机屏幕。当网络信号塔在山顶竖起时，俄亚大村的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了短视频和直播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普通村子，在外人眼中竟然如此神奇和有趣。于是，一场史无前例的网红革命在俄亚大村爆发了。如今，这个仅有252户人家的小村庄，竟然诞生了168个直播网红。
俄亚乡党委书记陈兴国自豪地称这里为中国网红第一村。在村子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：家人们，点点关注，我继续带你们看看山上的铁匠家和火婚文化。这是很老的风俗，现在我们都按照一夫一妻制来。村民们将镜头对准俄亚大村，向网友介绍村子的情况。但这种网红热潮也带来了问题，一些主播为了吸引流量，开始编造猎奇故事，夸大火婚现象。有些人总是用火婚话题引流，这让当地政府颇为头疼，不得不对网红们进行规范和引导。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年轻人的观念上。年家的小儿子龙布常年在丽江打工，接触了现代都市生活后，坚决选择了一夫一妻制。我觉得一夫一妻制更好。龙布的选择让传统的母亲年家既遗憾又理解。类似的故事在村里越来越多，这种变化也让东巴音扎次里感到担忧。更让他忧心的是，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做直播网红，包括他24岁的儿媳妇。村里的年轻人的选择并不多，似乎只有2条路：出去打工或者做网红。儿媳妇坦言。不过让英扎次里稍感欣慰的是，儿媳妇最近开始跟着他学习东巴文字，准备在直播中进行讲解，让更多人看到东巴文化，看到真实的村子。或许古老的东巴文化正在通过这种现代方式找到新的传承途径。除了婚姻观念的变化，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拖拉机、摩托车开始出现在村里，现代交通工具大大减轻了村民的劳作负担。传统的马帮贸易也在逐渐消失，现在通过网络直播，村民可以直接将农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。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建筑空间上。过去俄亚大村的房屋是真正的家家相连，户户相通，现在许多房子开始相连但不相通。村民们在保留传统外观的同时，增加了个人隐私空间。为了应对这些变化，当地政府积极调整策略。他们提出了修旧如旧的要求，不允许村民随意改变房屋形状，同时建了东巴文化传习所，让东巴们传授文化，展示造纸流程。对于网红现象，政府采取疏导策略，告诉网红们，不真实的话咱们不说，不了解的事咱们不议论。然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，让村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如今的俄亚大村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，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在发生。当夕阳西下，俄亚大村又恢复了千百年来的宁静，炊烟依然升起，马帮铃声依然回响，但这一切都已经不同了。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最后火婚村的地方，252户纳西族人家中，只有80多户还保持着火婚传统，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减少。同样面临消失的还有那些比甲骨文更古老的东巴文字。57岁的英扎次里或许是最后一代大东巴，但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消失与延续。在168个直播网红的镜头里，在英扎次里儿媳妇的网络课堂中，古老的文化正在寻找新的生存方式。也许这就是文明传承的真谛，不是原样保存，而是在变化中延续。俄亚大村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当经济条件改善，交通变得便利，那些曾经的生存智慧自然会被新的生活方式取代。这不是悲剧，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。你觉得像火婚这样的古老习俗应该被完整保留，还是任其自然消失？你的家乡还有哪些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从神秘的火婚制度到千年的东巴文化，俄亚大村的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深思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喜欢，还请点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